想真正了解中国企业，想学好商务中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走进中国老板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 Coco 的中文教室，我是你们的商务中文教练 Coco。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中国的一位经营财务公司的老板王总，也是我的先生。他为上百家中国的大型企业或者小型企业服务。今天是我们的商务中文节目访谈的第1期，我们要破解一个让很多日本的商务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跟中国的公司打交道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客户更喜欢打电话、发语音等等，而不是写邮件？这种突如其来的沟通方式，常常让各位日本的朋友感到不知所措，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每天要处理几十通商务电话和信息的实战派专家王社长来为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王社长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没有啦。我需要说什么？好，我先来问一问王社长，平时在日常的工作中，你跟你的客户主要是通过什么的方式联系？是发邮件、微信，还是打电话，还是什么的？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平时工作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微信为主，然后其次会用到电话，然后发邮件的形式也会存在，但占的比重很少很少。所以确实邮件很少，是吧？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邮件呢？除非是一些比较正式的，或者是有一些一定要求的，需要把最终的一些情况给回馈，或者说是需要上传一些重要的材料的，以邮件的文件的形式邮件发过去。那就是平时还是以文字电话比较多一点。那你可以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用微信的文字，然后什么时候打语音，然后什么时候给客户打电话等等，你可以更详细的展开吗？可以的。先说文字吧，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在什么时候会发文字吗？正常平时多数交流，比如说与客户一些业务通知或一些简单的业务沟通，都是以微信，在工作群中以发微信文字的消息为主，相对来说是他们看到的更清楚，然后更明确。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在遇到客户问题在群内沟通，就是说发文字可能会要发很多才能解释得清楚，这种情况下一般会以语音的形式来沟通，相对来说解释得更清楚也更高效一点。然后另外一些还有是遇到一些专业性就是说比较强的问题，有些客户因为完全不懂，你要以直白的话术来给他说出来，这种情况下打字明显很浪费时间，然后也处理不了太多事情。为了高效，所以就是语音，甚至说有时候因为网络信号不好，也会以电话的形式来沟通。然后最后当遇到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一些通知或者说完全联系不到客户，要及时反馈的这种的话，都是以电话，立刻打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人。所以就是那种常规的日常的通知的话，就是微信，然后到非常紧急的时候就是电话，所以就是还是效率最重要，是吧？因为服务的客户群体比较多，你不可能在一个事情上花太多时间，然后就是以高效，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嘛。明白了。今天的我们这个访谈呢，主要就是从4个方面来请王社长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什么样的场景会用什么样的联系方式。这4个方面分别是业务的开拓与成交，就是怎么样有时候甚至他们不需要跟客户见面，然后就可以签单，这个是第1点。然后第2点呢，就是怎么跟客户去收费和催款，那什么时候发消息，什么时候必须的打电话。然后第3点呢，就是如果接到了税务局的风险预警的通知，应该怎么去联系客户。然后第4点呢，就是面对大型企业还有小微企业，他们的服务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好，先说第一部分，业务的开拓与成交。王社长，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可以的。说一下我工作的情况，因为我工作的话是，主要是以为中小微企业做财税服务为主。财税服务嘛，一个方面是做账，另一个方面是税务代理打交道这种事情。任何企业都是需要，首先你要有客户的，有客户你才是你支柱和企业生存的主体。那我们获客的情况的话，在这个行业普遍的情况就是刚入行的人，和一些业务员，大多数的话就是以现在的主流形式是以电话就是说电销的形式，通过打电话来和客户获取客户的情况，来和客户沟通，进而达成意向，然后后期再逐步成交。像一些是不是广撒网的形式？对，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就是说，都在一些高楼大厦的写字楼里嘛，可能一是你不一定能见得到，另外不一定能接触得到，另外还是有效率的原因的话，相对来说，通过电话联系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联系到更多的人，这样子的情况。那对于王总来说呢，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了，现在你的方式是什么样的？现在肯定不是这样的吧？我初期的时候大概也是，就是刚才解释的情况，就是电话呀，或者甚至说还会去拜访，但相对来说还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更高效一点。然后现在就是说经过将近10年左右的行业的资深耕耘嘛，然后我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客户群体了。目前的情况大多数以社群，就是说软件微信群，然后还有微信的联系为主，然后来获客。情况就是说一些与客户的沟通，或者是以客户有需要来找我，然后这种情况，大多就是以聊天软件的沟通，微信沟通为主来获客的。那是不是就是客户的老带新啊，还有比如说现在的客户又开拓了新的业务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找到你，是吧？对的。所以就是差不多不用见面，是不是？那现在的话，就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财务公司的老板来说的话，就差不多不用，有时候不用跟客户见面也能签单，对吧？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还是要跟客户见面的呢？当然，虽然说平时都是以微信聊天或者说语音消息为主的话，见面是很少的。当然也有例外，有例外的情况就是遇到一些客户，因为我们在中国创业的群体里面，客户的群体是比较杂的，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还有一些就相对来说一些比较成规模的企业。在这里面的话，就是针对一些年龄相对说有点大的，就是说他们对新的事物的接触性可能比较差，然后他们心里也对有一定的防备心，这样的话会要求你，或者说我们会更愿意与他们亲身的见面沟通，让他了解你这个人的情况，然后对你更加的相信，然后进而促成你的交流和合作，这是要见面的情况。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相对一些成规模的企业，他们的话就是一般企业的负责人可能说是工作比较忙，他不一定能抽得出时间来一直要反复的沟通，花在一件事情上。然后他们选择更高效的方式，就是会选择约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双方见面洽谈，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样的话上门更尊重他们，然后这样的话双方也会获得更高效。原来是这样，所以就还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跟客户见面，然后当面洽谈会更好一点。毕竟你见面的话，双方就是说都能看到你的音容笑貌，然后你说话的情况语气，对你这个人的性格有个简单的了解，然后信任度会更强一点，比生硬的文字和见不到面的消息的沟通相对来说见面的情况会更好。所以就是我见到你这个人，我觉得那你是我认识的人，然后你是值得相信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对，好，那这个是第一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那既然已经谈了客户了，那接下来肯定是有那个针对客户的收款还有催款的方面，那针对客户的这个收款跟催款，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是怎么样展开的呢？
针对收款的情况，因为我们很多成交的客户大多都是线上，就是说是微信联系沟通的嘛。有一些就是说相对于说信任度比较强的客户，你会直接发消息或者把收款信息发给他们，就直接可以给你付款完成了。也存在有一些就是说是你需要给他发收款信息，甚至说是要以邮件的形式发给他们的，但这种很少。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收款的时候要和他们沟通，反复沟通。当然，中国的中小企业，包括说所有的客户经理都有一个大多数都有一个习惯吧，就是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大多数你即使发了收款信息，上午也不会付钱，大多都是以下午付钱为主。为什么我还不知道这个呢？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每天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每天就是一个开拓的过程，那我要新的客户增长和新的业务收入，大家把收入和增长从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一天就会特别好。那当然的话，如果说我上午他们觉得我上午就付了钱，然后下午可能我今天如果业务不好的话，就是我今天出了钱把我的财流出去了，他们要觉得就是说我上午不能留财，下午才是付钱的时候。所以就是上午是进财的，然后下午的话可以考虑留出一点。对，这就是他们觉得这是这种对自己经营情况的一种寓意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寓意，是吧？对，都希望自己的事业就是说越来越好，蒸日上。对。所以就是那你们就会尽量的避免不要在上午的时候问客户要钱，是吧？这种一般正常情况还会有一个观念，过12点或者说进入下午之后会发个消息来通知，或者上午发通知的时候，即使发了，这种是很例外的情况，就是一些像遇到催款的时候，有些客户你反复，我们按照那个时间和一定的墨守规则反复通过很多次，然后就是联系不到，那我就会换得就上午要联系。对，就是既然你都不守规则了，那我们也没有必要遵守这个规定了，是不是？就是我不管什么方式，我一定要联系得到人嘛。就是说我可能因为我们一些墨守成规的这种东西，只是一些老的观念，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特别在意的，但这种是大家一种觉得会好一点。然后就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有就是说我上午有时间，然后下午没时间，我下午发的时候又回馈不到，那我只可能按照他合适的时间上午联系，也会有的。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不是？那就是如果一般的客户联系了都会付款，那肯定还会有一些无论怎么联系都不愿意付款的客户，是不是？因为客户的话，群体比较多，然后人也比较杂，相对来说，目前的话，企业大多就是说，我们当然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就是我发完消息，人家立马就付款的。也有一些就是说是你发完他因为忙，然后拖，需要你提醒，这种还算好一点。还有一种就是你发完之后，他总是跟你说我现在有事，或者说手头不空，各种理由就是搪塞，然后要拖蛮久的，可能因为他们资金运用的问题或者各方面的问题，当然这种东西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为了自身的经营，肯定要进行催告通知，然后首先是以发消息的形式，私下与他沟通，然后另外就是说是如果你发消息长期没有回应，那我们有可能要选择在他空的时间，然后语音沟通一下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不付款，了解情况，然后如果都了解完之后还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电话沟通，然后最后如果说真的会遇到那种就是大家说遇到这种就一些回款特别难，他完全就是说就一直拖着不给了，就是说对于我们经营也造成一笔影响的话，我们就会采取正式的问题，比较严肃的。首先是给他发消息通知到，然后另外会发一份企业比较正式的就是催告函，当然这个函的话我们正常是以文档的形式发到群文件里面，因为他这个看的会比较多，因为中国老板用邮件的比较少，然后最后的话会为了方便他确认他获得这个通知，然后还会打电话再确认一遍，再联系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当于说各方面都到位了。所以就是会发这种正式的通知，但是也很少是用邮件来发的。正常的话就是说邮件相对来说一是比较正式，二是比较严肃的。就是那个在中国的环境中，大家还是希望尽量的保持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正式的，稍微有一点轻松的氛围，是吗？对，就是大家中国人常说和气生财嘛，有一种和气的态度，你来我往，然后即使有点拖延啊什么情况，大家只要是最后完成了合作，因为毕竟合作是长期的啊，我的合作情况不是说一次性就结束的，因为是长期要合作，所以要保持一定的关系的融洽度，不能因为某次的一点事情把关系弄得太僵了，后面就是说相处也就不太好。对，就是为了那个后期的这个长远的来考虑，还是尽量的不要弄得那么僵化，是不是？对，对，好。然后第3部分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一些公司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预警，然后呢就可能会收到来自税务局的一个通知，然后就说那你们的这个公司有什么问题，那你要赶紧去处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应对呢？一般收到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最优先级的，我们会放在最前面，一定要即刻处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企业一般就是说我希望我的企业是正常经营的，一旦收到税务风险通知，就是说你企业有问题了，如果你不及时处理，继续拖延的话，可能会有小问题导致大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处理。那这种处理方式呢，我们首先因为我要先从税务那边接到电话通知，企业的情况我了解的话能及时回馈，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要说向企业了解之后来进行回馈。那这个时候对企业了解的时候，沟通的形式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先确定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现在是否空，发一个消息，确定他现在空了，那立马就是语音，的形式联系，因为相对来说中国企业每天他们打电话的习惯反而没有说用语音的，微信语音是吧？对，用语音反而更多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能语音的情况下，我就不太喜欢打电话，可能和现在的话就是说大家用互联网用网络可能比较多，玩手机的习惯比较多，这个情况会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正常的场合不一定能接电话，那是说如果统一的话就先语音沟通，来获取企业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它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导致网络不清晰，然后语音沟通的话就是说特别不畅，然后会选择以电话的形式，电话通信的信号会更高一点，然后这样了解完企业的情况完之后，我会做一个回馈，那这个回馈嘛，首先跟税务局回馈是吧？对，就这个回馈的时候，因为最先是电话获得的联系嘛，那肯定是电话回馈，回馈完之后，如果说根据这个回馈，他们确认没有问题，会解除风险，当然就是说有些问题的回馈是需要提供材料和附件的，那这种形式的话会有2种，一种是就是说你要把材料盖好企业单位的印章什么东西来给送到面，然后他们要再次确认核实，就当面的要带着那个材料去税务局当面提交是吧？对，就是这样的话，他因为电话里面毕竟大家都是说是我直接了解了一样的情况，没有证据，没有佐证，然后了解的不太清楚，他要根据你这些文件来再进一步确认和核实，所以说这会当面去。但这种往往比较浪费时间嘛，就是说经常我们要跑，因为我服务的比较多，可能事情比较忙，有的时候会和他们沟通，看能不能说邮寄啊，或者说是看可不可以邮件，所以也就产生了邮件的方式。有些情况就是说，他如果说同意的话，我可以把企业的情况，就是说需要提供的附件盖完印章，以扫描件的形式邮件发过去，然后看完之后再沟通一下。或者说是没有问题了，直接就解除风险，这样子。这样的话也是比较高效的。那平时像这种风险预警的情况多吗？很少。正常的话，就因为企业比较多，可能偶尔会有个别几家报警，也就一年遇到的情况可能寥寥数次。那是不是可以说是因为王社长的服务质量比较高呢？那我们肯定希望就是说企业少有风险，好好经营嘛，就合规化经营，这样会更好。对，所以刚刚也说了很多，那就是王社长的那个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客户，对不对？你说那个中小企业是比较多一点，但是也是有大客户的。那在面对这个中小型的那个小微企业，还有这个大型企业的时候，服务的那个方法呀，或者是服务的这个流程有什么不一样吗？那首先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一些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区别的吧。
就是一些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初创的，然后一些他们的创始人，包括说他们的合伙人，都是一些可能没一定的经验的，然后从也要最开始没有特别的规矩，没有特别不是。也不是说没有特别的规矩，就是他们没有特别多的制度的东西，他们追求的往往就是说我更高效的，来完成这件工作或这个事情，来获得企业的经营，来解决企业的问题。相对来说，他们的处理习惯，就更偏向于说我要及时得到响应，及时得到回馈。那就是往往会以一些以聊天。就是说工作的软件，像微信有语音或电话这种形式，他们会更倾向于这种，并不是说是你一定要过来面谈，因为高效的追求的话，你面谈双方需要约一个时间，然后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往往他们也不一定合适，然后你也不一定空闲，所以就会以微信、语音或电话这几种为主，这样的话就更快的解决企业的问题，然后同时这种沟通里面，然后我们更喜欢的话，与初创型客户的话，客户用语音，或者说是用电话来沟通，因为他们因为初创的原因，对企业财务的情况还有各种的流程都不太清楚，就是从无到有一个摸索的过程。那我们就针对有时候我们相对来说经验比较丰富的，或者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采取语音或者说电话和客户沟通的话，你能更清楚的了解和理解客户表达的需求，以及客户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因为有些问题它是非专业的，表述的话可能以文字的形式它表述出来，一是有歧义，另外就是说你不一定知道他的需求，然后我们通过语音或者电话，你更能清楚的了解他的需求，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双方通过说电话和语音的沟通，至少有语言上的沟通不像说文字说相对生硬一点，然后就是说是也会建立一种情绪的你也大概知道他的情绪的桥梁，也会双方建立一定的信任度，比文字的信任度会更高一点。所以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就是大概的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语音的话呢是比较的有温度的，就是你可以去那个清楚的去感知到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他的情绪，然后从而去提供更加的贴切的，然后更加的个性化的服务。然后但是另外的那个服务的方式的话，还是应该因人而异的，是吧？对，所以就是说，刚才是小微企业，针对这种企业的话，是我们要根据他们情况来选择服务的方式和工具和角度。然后针对一些像大型企业的话，他们就是说成了一定的规模，一般就会有一定的制度化管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首先为了高效，他们也会需要高效。也会，然后更尊重这个制度，包括说是一种的大家企业经营的规矩。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慎重一点，然后要去他们可能首先是一些业务的人联系，前期可能是语音沟通，但是并不是说是你通过短暂的沟通就能获得解决或者说处理的。他们往往因为联系不到人，一些负责的人的话，可能需要就是说你约时间，当然也会语音这些东西。在他们如果说在他们因为说是语音或者说是电话不方便的情况下，那这种往往会选择企业会要求，就是说你以拜访的形式，然后拜访的形式的话，就是说双方缺一个时间，就相对会正式化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因为大型企业他们的负责人比较多，一个问题或一个项目需要多个部门、多个相关的负责人来处理，而且还会出现像那种他们有的人在出差，在不同的距离的空间，这样拜访就很难。那大家会选择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如果纯语音聊天或者说视频会议的形式，来几方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还是主要是在微信里，一般也目前很少是通过那个，比如说比较更正式的，比如说腾讯会议啊什么的比较少，是不是？微信就搞定了。因为大家现在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企业，包括说现在大型企业，也是以微信聊天为主。就是说你沟通一些问题，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都是以微信聊天的。微信应该成为现在一个企业，包括说
也可能个人微信，包括企业微信，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然后的话就是说，说邮件或什么之类的东西，往往就是你已经大家沟通好了，成了结果，需要一个完整的方案，供最后的决策和审议大家来审核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最终版的合同或者最终版的解决方案，它还要往上报的时候，那我们要形成一个文件的形式，有的时候是直接可以发微信群的，当然有些单位会要求说，你要抄送多方会以邮件的形式发，但这种有相对说，因为我服务的客户群体的原因决定，遇到会更少一点。所以就是遇到那种流程比较简单爽快的客户的话，那就是直接一点。然后如果是那个流程比较详细，然后要求也比较严谨的客户的话，那就按流程办事，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更高效的为客户服务，是吧？对，就是说，相当于说高效，你要根据客户的性格来处理嘛。因为他如果要求干脆，你反而慢吞吞的一直这样的话，他觉得你这个人比较磨叽，他觉得你很拖拉，是吧？对，另外就是说，人家相对来说，你和他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比较规矩，干什么事情，你反而大家就比较我什么东西都不在意，人家会觉得你不是特别靠谱。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对你信任度会下降，对，对，所以就根据这个客户的情况，然后去那个个性化的选择，适合这个客户的服务，是吧？对，感谢王社长今天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那么多，所以差不多就是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企业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就是要看什么事跟还有什么人。然后语音的话呢，就是比较重感情，然后文字的话就是比较快。但是遇到那种复杂的还有正式的情况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正式的会议，对吧？对，好，谢谢王社长。来，我们握个手吧。这种都比较正式了。这种比较正式。好，你去做你的工作去吧，拜拜。其实就在今天，我和一位日本的财务师学生也聊到了这个话题。他的反馈非常的典型，在日本，邮件和正式的文书是常态，而只有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才会打电话。这恰恰是很多跨文化摩擦的起点。当日本的朋友还在习惯用邮件严谨推进时，中国的合作伙伴可能一个语音电话就过来了。双方都没有错，只是默认的沟通时钟不同。所以一旦进入了一种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跨国的多方的视频会议，这个时候就需要变得更灵活，然后你需要一个更结构化、更注重集体决策的一个沟通方式，还需要在两种文化之间灵活的翻译找到平衡。那么如何在这种模式下，既能够清晰地表达观点，又能巧妙地维护我们刚才说的关系还有效率，这就需要一套系统的兼顾双方文化的一个表达框架和预案。这套专门为中日商务视频会议设计的全流程表达框架，正是我5月9号日本时间下午2点在 Coffee Talk 举办的在线研讨会的核心。在60分钟的时间里，我将以日企总部与中国子公司业务复盘会为真实场景，带你完成从会前准备、会中发言与应对到会后跟进的全流程深度解析。课后，你还将获得一份即学即用的商务中文视频会议表达清单。无论你是想避免因习惯不同而产生的尴尬，还是想成为会议中高效的沟通桥梁，这场研讨会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收获。好了，我们本期的访谈到此结束。大家如果有特别想听我们讨论的中日商务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这种从真实的商业内部学习中文的方式，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我们的第2期深度访谈将会在下个月上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